苏总您好，您好，苏总好，苏总您好，您好，苏总好，苏总您好，您好，苏总好，苏总您好，您好，苏总好。这是马总，这是江总，苏总好，这是李总。你好，苏总。我是苏曼，智越科技总裁，患有严重脸盲症。这个病源于我10岁那年的一场绑架案。你没事吧？别害怕，我帮你。从那之后，因大脑受到刺激，我记不起那个男孩的样子，也无法准确识别或记忆人脸，只能靠声音、体态或其他特征来辨认他人。脸盲症从此成为我的一个软肋，也成为敌人攻击我的目标。会开车吗？是他。喝点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明天办理一下薇婉的离职手续，还有查一下去海城最快的航班，以及离机场近、环境比较好的酒店。比较急，收到尽快回复。去海城最快的航班是明天上午9点10分的直飞，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机场外就有一家5星级酒店，酒店有接机服务，可以直接帮您预订。智越科技总助，有兴趣的话，明天来公司报到。房卡。好帅啊！好帅啊！请进。你是？苏总，这是我的简历。昨天在酒店门口，您邀请我担任您的助理。
还有这个房卡。哦，我想起来了，陆星辰，去找张经理办理入职，欢迎加入知越科技。好的。等等，江城人，离南城这么远，不可能是他，我真是想多了。试用期1个月，好好干。我会努力的，让你记住我。陆星辰，苏总，明天京北有个重要酒会，这里是所有重要宾客的名单和资料。在酒会开场之前，你需要倒背如流。不用那么久，我看一遍就行了。过目不忘，看来我是捡到宝了。记得名单。以后多合作啊！好，苏总，以后多合作啊！好，苏总，你干什么？左侧是文瑞资本的王总，他最近对 AI 医疗很感兴趣。右侧是诊治智能的李岩，李总。李总，以后多合作啊！好，你这个侄女儿挺厉害的呀，还以为老苏总走了就没靠山了呢。一个女人能翻起什么浪来？10多年前让你侥幸逃脱，现在可没有那么幸运。失陪，李总、王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集团新上任的少当家，尚且没有什么经验，你们以后要多多支持一下我们小曼的工作。当然了，我们集团所有的业务方面还是由我全权负责。说到工作经验，苏副总确实丰富，整整30年，全是失败的经验。盲目转型丢掉半壁市场，新品开发换来零账目，售后服务做到现在都是差评。现在公司流传一句话，只要副总少努力，公司就能多盈利。苏曼，我当副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论资历，您比谁都年长；论成绩，您比谁都稳定，稳定的让每个部门走下坡路。您觉得这样的工作经验值得炫耀吗？请开。王总，李总，我叔叔说的没错，我确实是新官上任，上任100天止损1个亿，拓宽了3个新市场，补齐了去年亏空的一半。当然，这样的成绩和2位前辈相比不值一提。我敬大家一杯，希望未来能够多合作。苏总真是年轻有为啊！是啊，苏总，您稍等一下。苏总，您稍等一下。怎么了？换上这个会更舒服一些。
谢谢。陪我去花园走走吧。你就不好奇，为什么我需要你像提词器一样，一直在旁边提示我？我知道，是因为那件事。苏总，您不必跟我解释的。因为我小时候遇到过一次意外绑架。苏总，你如果不想说，就不说。也不是什么不能提的痛处。自那以后，我就生了场怪病，从此记不住人脸。但我还是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很善良的男孩，在他的帮助下，我成功活下来。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找他，只是杳无音讯，甚至连他长什么样子都忘了。苏总，有些事儿我一直想告诉你。是我，那个男孩是我呀，但我不想你对我仅仅是感恩。我的人还没来得及安排，苏曼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助理，他的底细调查了吗？重点高校毕业，苏总的校友，之前多次向公司投了简历，不过都是技术岗，这次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成了助理。不管他从哪儿来，最后都可以有办法让他成为我的人。你去，让他来这儿一趟。是。小陆啊，公司上周投资的城南产业园项目的建材采购，你搭建的成本模型2天就算出了成本异常。董事会那些老家伙，他们私下里夸你是苏总的左膀右臂，你可有想过，这左膀右臂永远都是附属品？我可以让你直接坐上 AI 研发部的总监位置。只要你签署这份协议，明天就可以公示。小陆啊，你要知道，苏曼他只敢把你放在总裁助理的位置上做辅助，而我可以让你做 AI 研发部的老大。更重要的，我可以绕开总裁办，让你直接拿到1个亿的项目专项款，怎么样？苏副总，您说的捷径确实诱人，单靠旁门左道搭起来的台阶，风一吹就倒了。至于您说的专项款，我已经录下来了。苏总一直在查，有人在暗箱操作。这份礼物，他应该很感兴趣吧？你敢阴我？不敢阴你，只是自保。毕竟您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了董事会，您这副总的位置，恐怕比我这个助理还不稳呢。哦，对了，城南项目的建材以次充好，是你让供应商替换了合同约定好的 A 级钢材吧？我已经将检测报告加密发给了苏总。下次想挖墙角，记得选对人。苏副总，现在怎么办？一个小角色不识抬举，你去私下联系一下几个股东。您是想？苏曼呀，苏曼，上次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难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在股东大会上什么叫做丧家之犬。再保佑我一次吧。
诸位，我先说，有一件关乎集团未来存亡的大事，不得不议。公司目前虽有小成，但有的人德不配位，刚愎自用。我认为应该主动让贤，能者居之。最近几个项目确实激进，风险太大。我们也是为了集团长远的发展考虑嘛。既然大家都有目共睹，那么为了集团的未来，我们现在开始关于罢免苏曼总裁职务的投票。这怎么能行呢？我尊重各位股东们的权益，既然苏副总提议，那便投票吧。现在投票开始。我赞成。我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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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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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答应我了吗？张董，刘董，我们可是说好的，只要两位支持我，日后好处少不了两位的。合作愉快。只要两位支持我，日后好处少不了两位的。苏总，苏振昌以董事会的席位和项目分红为诱饵，拉拢了张董、刘董等6位股东，意图在股东大会上发难。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好反击方案。此外，我监测到近期有数笔来源可疑的资金在2级市场异常操作，并与部分股东账户存在隐秘关联。我想是苏副总。做得好，用短期交易铸造利益共同体。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更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苏振昌能给您的只有短期利益和画饼，而我能给您的是公司未来3年核心发展的红利。选择他，您能得到的只有风险；选择我，是共赢。您看中的城东项目，我可以承诺由您主导。您觉得苏振昌他能越过我，把项目主导权交给您吗？那么现在开始真正的投票。鉴于苏副总损害集团利益、操控股价，即刻罢免他在集团一切职务。同意的请举手。我赞同。我也赞同。我赞同。我也赞同。我也赞同。我也赞同。你们感谢各位的信任与明辨。接下来，请我的助理陆星辰先生给大家详细阐述一下集团下一阶段的数字化规划，这将是引领我们走向新辉煌的关键。大家请看大屏幕。以上就是我们此次会议的所有内容。怎么？念在苏家的份上，你好自为之。苏总是个善良的人，没让你在狱中反省，别再出现在公司，也别再做出那些偷偷摸摸的勾当，不然我一定会把你送进去。
苏总，恭喜您打了一场胜仗。也恭喜你过了试用期。苏总，我会永远站在您这边。我现在在想，我需要花多少时间能记住你的脸？苏总好。苏总好。苏总，记住一个人，不需要你用眼睛。你干什么？让你记住我。你这个办法看起来不太合适。这个办法或许更实用，您可以时刻看见我，加深印象。您可以时刻看见我，加深印象。陆星辰，我可以越来越快地辨认出你了。苏总，哎，怎么走了？苏总，您找我。陆星辰，你工作做完了？苏总，您别误会，我在和他们讨论团建呢。正好大家最近工作辛苦了，我准备组织一场羽毛球团建，让大家放松一下。陆助理，你去安排一下。好嘞。哎，瞧见没？那位学姐就是苏曼，本校大神，六边形战士，本省状元，千金小姐，还长得漂亮。哎，就是人嘛，清高了点。她一直闪闪发光。哎，你们认识啊？什么时候认识的？10几年前。吹吧你！哎，跟我讲讲，你们怎么认识的呀？别八卦了。哎，你说嘛。希望你能像我记住你一样，记住我。哟，陆助理，今天够帅的。您认出我来了？
身材这么好，很难不认出来吧？苏总，要不要打一场？苏总加油！苏总加油！苏总加油！加油！加油！苏总加油！那女的谁啊？知悦科技新上任的女总裁苏曼，上任100天就让公司起死回生，股价直接涨停。她的叔叔苏振昌之前找过你好几次，想谈合作，您都回绝了。是吗？继续。喂，苏曼呀，你知道创智金融吗？我这有点私交，之前呢忘记给你引荐了。明天中午他们小秦总有个商务聚会，你要不要来一趟，打个招呼？小秦总。是，这小秦总啊，前段时间刚刚回国，人比较低调。哎呦，我这也是舍下了我这老脸，才找到了这条人脉呀。小曼，我知道叔叔前段时间呀多有得罪，但这毕竟是咱们苏家的产业，我也想让公司越来越好，希望能给叔叔一个机会。地址发我吧。哎，苏总，走吧。陆助理，明天中午陪我参加个饭局。好，我这就安排行程。苏副总，是你说要帮我达成愿望，现在看来力度不是很够啊。小秦总，你不但对我们知悦科技这块肥肉感兴趣，对我那侄女也有意思吧？可是她现在手握我们公司的大权，眼里没有你，那也没有我呀。那如果她嫁入到你们秦家，她不仅要顾及婆家的面子，还要照顾家庭，她哪有心思在管理公司呀？到时候我取而代之，那志业是你的，人也是你的，岂不是一箭双雕吗？这听起来似乎是个双赢的买卖。哎呀，那是当然了。小秦总，我预祝你抱得美人归，坐拥智悦科技。小秦总，吃鱼。小曼来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便是创智集团的秦子峰，秦总，年轻有为啊。秦总，这是我的侄女苏曼。你好。你好。早就听闻苏总是美女总裁，今日一见，名不虚传。秦总过奖了。来，请。来，坐。请坐。哎，苏总，那边是风口，有点冷，您坐这边吧。好。坐，都坐。坐。哎呀，秦总跟苏总，一个青年才俊，一个美貌佳人，般配呀！创智金融这2年一直在扶持科技公司，听苏副总介绍，我十分看好公司的未来发展的。小曼，如果我们能跟创智金融强联合，那真是如虎添翼呀！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对了，秦总，我这还有点事儿，我就先撤一下。有什么事儿呢，小曼，秦总会单独跟你聊。那我就先走了。小陆，这里没你事儿了，你也可以先回去了。苏总还没下班，我怎么敢走啊？放心，你们苏总我来护送。我不放心。可是苏总，我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单独跟你聊。你在门口等我吧。
小子，我说你怎么看不上我给的好处？原来你胃口这么大呀！想做赘婿，我告诉你，早点看清自己的身份，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哼！苏总，苏总，过来。你受伤了？我没事，你裙子上有碎渣，别碰。秦总，看来今天不适合谈生意，我们下次再聊。我们走。进展的怎么样？不太顺利，看来得费点功夫了。得下一剂猛药了。苏曼小时候，明天见。怕疼？不是怕疼，是苏总靠太近，我会翻新。少贫嘴，别动。你说你没事学别人英雄救美，结果自己还负伤了。明天谁给我等？苏总，您会接受联谊吗？可能吧，一切对公司发展有利的选择，我都会考虑。难道您就不想找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吗？爱情，说实话，我不太相信。有血缘的亲人，随时算计；朝夕相伴的身边人，都有可能出卖。你让我又如何能相信一个陌生人会毫无保留的爱我？如果有这样的人呢？比如……喂，苏总啊，今天非常抱歉，是我招待不周，让您受到了惊吓。这海城啊，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不知可否赏脸一同考察，或许能弥补今天的遗憾。好。陆助理，帮我订一个和秦总明天去海城的航班。谢谢。
给你定，我给你们所有人都定。苏总，这就是你安排的位置。秦总呢？后面呢？我觉得很好，很人性化。你好，稍等一下，秦先生，您的房间在2楼。好，谢谢，陆先生和苏小姐的房间在6楼，谢谢。已经办理好入住了。谢谢你啊，陆助理。曼总，等一下安顿一下，然后我们跟合作伙伴见面，就在酒店宴会厅。一定准时到。我等你。叫苏总烫嘴吗？还曼总？曼总，你来了？没来晚吧？不晚。不过之前敲定的那份补充协议草案，我落在酒店房间里了，可能得需要陆助理辛苦跑一趟了。现在取，这么急？是合作方那边临时提出的附加条款，关于技术共享的，非常重要。这除了陆助理，别人我也不放心呐。快去快回。好，我尽快。等你回来，好戏早就唱完了。既然苏曼有2个证，今天这个英雄就我来当了。什么破案件？来，万总，我向你介绍一下，今天来了几位非常重要的潜在客户。苏总，好久不见了，苏总。苏总真是越来越漂亮。咱们上周才见过，您忘了我吗？是啊，苏总，我们也见过2次了。苏总，我们上周还聊过合作呢。苏总，这是我的名片，苏总，您还记得我？苏总，您了解我们之前还聊过呢。这是我的。星辰怎么还没回来？我们多合作。想起来了吗？我分不清。万总，这位是苏总，他怎么出来的？这位是密鼎科技的杨总，专注于 AI 算法。旁边这位是盛瑶资本的董总，最近刚投资了2个生物医药项目。杨总，我自然记得，期待合作。那就先不打扰了。走了。
秦总，我听说这次陈氏集团的陈明轩先生也在这儿，他是我们合作的关键人物，您方便引荐一下吗？陈先生平时很少露面，新闻上也很少有全脸，我也只是在一些资料上见过一张侧脸照。立刻去查陈先生的具体位置和外形特征。是。秦总、苏总，那位应该是陈先生。陆助理，你这次要是认错人了，丢的可是曼总的脸呐。3年前，我看过陈先生父亲的专访。陈老先生有2处显著特征：眉骨高且眉峰带尖，下颌线清晰，呈方圆形。这位先生的面部轮廓与陈老先生高度重合，根据遗传特征，他应该就是陈总所生。这位先生好厉害，家父确实经常被人提到眉骨和下颌线有特点，没想到你仅凭多年前的一次电视专访便记住了。只是恰巧看过陈老先生的专访。苏总，陈先生左脸颧骨处有颗极淡的痣，便于您辨认。苏总好眼光，这位助理的观察力十分惊人，智越科技的实力可谓是不同凡响啊！看来咱们的合作可以放心推进了。合作愉快。陈先生，那我们这边坐。陆星辰，你之前说你过目不忘，我还以为是夸张，没想到是真的。苏总，我对你从来都不说假话。那你谈过女朋友吗？没有。你撒谎。那你接过吻吗？是空尽头的温柔渴求，渺小如尘埃般漂流，等待下个世纪回眸，再凝结成雨的温柔，只为重逢的时候。早安，曼曼。你叫我什么？曼总。没创意。陆星辰，你好像开始变得和别人不一样了。我好像能模糊地想起你眉峰的弧度，你眼睛弯起来的样子。没关系，慢慢磨，慢慢记。我去冲个澡。陆先生你好。
什么会有这么多我的照片？怎么还会有我高中时的照片？陆星辰，你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之前的体贴入微，昨晚的深情款款，难道都是假的？都是别有用心？喂，万总，为了庆祝咱们昨天签下的大单，晚上我订了一家很棒的餐厅，希望你能赏光。好，晚上见。哟，秦总这是要表白啊？你不会真的要接受他吧？我不会接受他的，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带着目的接近我的人。曼总，我从见你的第一面开始，就深深的被你吸引了。你的美丽，你的智慧，你的一切都特别的吸引我，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正式的成为你的男朋友，甚至……谢谢你，秦总。但是很抱歉，我希望我们仅限于商业合作。曼总，我们相识不久，可能心里还没有接纳我，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缘分远早于你想象的。你什么意思？南城郊外，废弃仓库。当年那个把你从绑匪手里救出来的孩子，是我。你是说，当年那个男孩是你？那天，你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我戴着一条星星项链，吊坠还弄丢了。从那以后，我就跟着爸妈出国了。回国后，我一直在找你，就是想看你过得好不好。我没想到那个人会是你。你还留着？我觉得他能给我带来好运，所以一直随身携带。那条星星吊坠，他一直戴在身上。你只要说出时间、地点，还有项链的样子，他一定相信你。曼总，曼总，看在我们两个人找了彼此这么多年的份上，给我一次机会。我等你消息。为什么？你不是明明答应过我，会拒绝他吗？为什么你要收下他的戒指？我们不是都已经……已经什么？
你是说昨天晚上的事情？你该不会以为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吧？别忘了，我有脸盲症。你别以为给我换个手机屏保，我就能记住。你不是跟我说过，我和别人不一样吗？别幼稚了。所有男人在我的眼里都一样。你不知道我的爱藏在千里之外，你的眼神在夜光下早印在我脑海。就算不能，如果你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如果你是那个男孩，该有多好。那之后，陆星辰离开公司，我们再也没见面。而我选择了一条最理性、最安全的路，答应秦子峰的求婚。妈妈，夜靜入睡作夢，在夢內是黑夜迷蒙，剎那如針穿插，如一生將告終。我的生活看似一切如旧，实则早已沧海桑田。只有我知道，我在等他的消息，等他坚定地告诉我，我的一切猜疑都是假的。可他没有出现，或许一切该结束了。多少年没回来了，那时候的荒废仓库也变成了一个公园。儿时一次探险，无意间救了苏曼，开始跟苏曼的人生有了交集。我带你走。我一路小心翼翼地追随，可是终究还是没有缘分。苏曼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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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夜风吹散了那些经过，找不到爱情里的假设。如果倘若坚守时的承诺在瞬间悄然褪色，习惯的太多，怎么舍得？昙花般凋零在最美时刻，幸福却蜷缩在悲观的角落。智越科技总裁苏曼的订婚宴将于明日皇冠酒店举行，此跨界联姻备受行业关注。都说两位是最郎才女貌的集团联姻，二位怎么看呢？我捡到他项链的吊坠，珍藏多年。我和曼曼的缘分是天注定的。多年前我无意救下的那个女孩，现在要成为我的太太了。他在说谎。
曼曼，你今天太美了，秦子枫真有福，能娶到我们的校花。一转眼10来年了，哎呦，这就是咱们高3比赛时候的合照。曼曼，你看，那时候咱们多青涩呀！啊，这是陆星辰吧？每次都站在曼曼身后，听说男生都叫他苏曼吉祥物。你说他是谁？陆星辰啊，咱们的学弟，但老是跟咱们班男生一起玩。哎，这都过去太久了，咱们还是一起恭喜曼曼吧。对啊，恭喜曼曼！订婚快乐，恭喜恭喜！是啊，曼曼，你一定要原来是我误会了的。女士们、先生们，请各位来宾入座，订婚仪式即将开始。在这阳光明媚、花香四溢的日子里，我们共同见证秦子枫先生和苏曼女士的订婚仪式。苏曼，不要嫁给他，他是骗子！苏曼，不要嫁给他！哎，这谁呀？他干嘛的他？这是？是啊，他干嘛的？我还抢婚的吧？这么刺激啊！和他有什么关系啊？陆星辰，陆星辰，发什么疯呢？保安呢？把他抓出去！无关人员在这闹事，不帮我报警抓你吗？秦子枫，你说谎，苏曼根本就不是你救下的，救她的人是我。星辰，你说什么？曼曼，你别相信他，他肯定是看到新闻了。苏曼，你一直珍藏的那个星星根本就不是吊坠，它和这个月亮是镶嵌在一起的，寓意着我的名字星辰，是我爷爷亲手给我打造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曼曼，他得不到你，就在这儿胡说八道。真的是你。秦子枫，是你在骗我。曼曼，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我不能失去你。爱我？我现在更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知道项链的细节的？是你吧，我的好叔叔。你胡说！苏副总，你别急着否认，当年的绑架案，还有如今企图用虚假联姻操控集团的阴谋，你留着跟警察好好解释吧。曼曼，曼曼，再给我一次机会，曼曼，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曼曼，走，快走。陆星辰，对不起，我现在能一眼认出你了。陆星辰，我爱上你了。曼曼，不管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都会一直陪着你。我爱你。Every time I see
说是